我是徐乐 tuber 鲁罗罗。在原神 2.4 版本的上半集，除了申鹤以外，还有一名新角色，那就是结合中国戏曲文化的云先生云锦。作为第一个专为普攻伤害流设计的4星角色，究竟适合什么角色搭配队伍一起使用，又应该如何选择适合的命座来做提升呢？在后面的春节的璃月8选1中，或许也有人在观望是否要换云锦这名角色了吧。那稍后影片中，洛洛也会带来关于云锦的定位和天赋技能、命座分析与抽取建议，也会补充相关的武器、圣物推荐与组队搭配。那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云锦是炎系4星长枪角色，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元素充能效率。虽然是炎系成员，但却不是设计给炎队所使用，其定位是相当特别的普攻流主 C 专用辅助，搭配双炎还能够得到增伤最大化。被动设计上也有要玩家往杂色队的组法引导，所以云锦也能够像钟离一样放入其他非炎系元素主 C 的队伍中，算是具备有灵活的组队搭配空间。其天赋技能特色除了有类似北斗的反弹伤害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基于云锦自身防御力，从 Q 大招提升输出角色每次普攻造成的伤害，并且透过命座还能够再额外提升普攻的伤害和攻速，都是围绕着普攻的输出机制来做相关的提升。同时也会因为队伍中的元素种类数量增加额外的普攻伤害趴数，因此适合搭配的角色就是以主打普攻、攻速快、有双爆的高程序的角色，如此才能够体验到云锦带来的大幅增伤效果。而从这个机制来看，最适合的角色当前就属于像萧公、菲希尔这种作为主 C 是以平 A 为主要输出的角色，或是满命诺尔作为主 C， 以及作为物理伤害主 C 的77等等，也都是可以搭配云锦。虽然萧和优拉也是普攻伤害倍率很不错，但萧和优拉还是有比普攻输出更好的伤害模式，并且一斗虽然看似好像可以搭配，但一斗也是以重击为主的主要输出方式，所以像是也以重击为主要输出方式的胡桃和凝光也都不太适合搭配云锦，除非输出上就是全靠平 A， 而菲希尔在后期也是拿来当做打反应的副 C， 比较不会用普攻战场。而公子虽然开1技能后的平 A 是可以吃得到云锦的增伤的，不过若是已经成型万达国际队的话，这个队伍中也没有更适合云锦的位置。星海缺乏双爆城区，所以也不太适合。所以当前已出的角色来说，最适合的还是9萧公，更甚至高命座的云锦搭配萧公的情况下，效果更是大过于拿封印剑的班尼特哦。因此班尼特就可以得到解放，去其他队伍工作。而虽然目前云锦可以搭配的主 C 还不算多，但目前也没有其他辅助可以取代云锦独特的普攻增伤辅助定位，所以也可以期待未来其他新出的角色有更多的搭配玩法。云锦的普通攻击是5段式的枪击，若是作为辅助项的话，可以不用升级。第5下可以用来欣赏特别的京剧风格收枪动作。一技能点按时会挥击长枪，造成炎元素伤害，长按时会蓄力并形成护盾，但并不像钟离那种的霸体护盾，只要没有长按住，护盾就会消失。护盾时是基于云锦的生命值上限，对所有元素和物理伤害有 150% 的吸收量。当松开长按时或是持续时间到时，就会依照当前所累积的力量释放炎元素伤害，伤害量是基于云锦的防御力。第1段蓄力时可以看到背后出现旗帜，而2段蓄力的旗帜则会更为明亮，旗帜发光后就会随之自动释放2段蓄力。短按和长按皆会产生元素微粒，2段蓄力命中敌人所产生的元素微粒也会更多。虽然这招有点类似北斗的1技能，但北斗的2段反弹是要透过受到的伤害次数来累积，比较被动，而云锦可以透过自身手动控制来延长时间打出2段蓄力，搭配被动天赋1，可以在受到攻击的瞬间直接达成2段蓄力来反弹伤害。这个天赋技能虽然不算核心技能，但也可以掌握一下透过1技能的炎元素伤害来命中敌人，使其掉落额外的元素微粒，加速充能循环。Q 大招是云锦的核心天赋，释放时除了造成炎元素伤害外，还能够替附近队友加上飞云奇阵的效果。获得效果的角色将会在接下来的30次普攻次数中增加伤害，持续时长为12秒。在次数用完或是时间结束后 buff 结束，而若是一下普攻命中多名敌人时，则会按照命中的敌人数量扣除 buff 次数。这个加成的方式有点类似申鹤，发给你30发可以增伤的子弹，在12秒内打出的每一下都是有增伤的效果。而这个30发的限制，除了满命萧公之外，目前很难有角色可以打完，也和申鹤的增伤计算方式一样。若是搭配 buff 的主 C 自身有提升其他的伤害程序的话，再搭配专用辅助的收益会更高。例如搭配其他增加元素伤害或是减元素抗性的角色，
主 C 提升的效果更加倍。而此外要注意的是，萧公的一技能和云锦的 Q 大招并不算在同一个城区，虽然萧公的伤害也会有所增加，但并不是基于云锦的城区。简单来说，就是萧公的一技能加伤是一个独立城区，而云锦的普攻加伤是另外一个独立城区，两边的伤害乘完后再相加，而不会是所有的加伤乘在一起。所以萧公虽然搭配云锦并不算是得到大幅的改变，但出手体验上还是能有所提升的。当云锦在被攻击时，若瞬间释放一技能，则会直接以长按二段蓄力的形式释放伤害，解锁被动天赋1，看准敌人的攻击当下做出完美反弹，就可以直接打出最大伤害以及直接获得最大量的元素为例。被动天赋2，若是队伍中有越多不同的元素种类成员，就可以获得额外的飞云奇阵普攻加成伤害。而虽然若有4种不同元素的成员的加成收益最高，但一般还是会建议搭配双火的 buff。通常双火 buff 的成员中也会有班尼特，会远比4层提升的效益还要多。当云锦完美烹饪冒险类食物时，将会有12%几率获得2倍产出，看来是个很会做饭的女孩子呢。天赋升级优先顺序方面，首要升级 Q 大招，其次一技能，普攻按照自己使用的频率需求点即可。云锦的等级突破素材为璃月主城内一些花圃可以摘到的琉璃百合与丘丘人面具，百合也可以透过携带化种匣摘取，再拿种子回去陈歌湖里面种。另外则是需要到鹤关岛上讨伐 BOSS 兽尽王兽，取得兽尽王器。天赋突破素材则是周2、5日的勤劳系列和丘丘人面具，以及 BOSS 女士的灰烬之心。灵命的云锦就已经具备提升普攻伤害的作用，因此想要体验平 A 伤害增加的话，抽取成本其实不算太高。一命的云锦能够使一技能减少18%的冷却时间，加入一技能的使用可以些微加速产元素为例的效率，但提升幅度不算大，因此只能算是小提升。2命解锁后再释放 Q 大招后，可以使附近所有角色普攻所造成的伤害提升15%，持续12秒，等于进一步提升云锦的 buff 效果。解锁2命后，普攻流的主 C 倍率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伤害差距，少则提升1半，多则提升1倍，因此是云锦的关键命座哦。3命提升核心天赋 Q 大招的等级上限，天赋等级增加也会提升伤害值的趴数，因此也是十分推荐的命座效果。4命在云锦触发结晶反应后，防御力提升20%，持续12秒。只要炎元素有打中具有元素且产生反应的情况下，不论是 E 或 Q 都能够很容易产出元素结晶，因此触发条件很容易。不过提升20%的防御力对于云锦来说，其实实际提升的不多，因此这个命座所提升的幅度不大。5命提升一技能的天赋等级上限，由于一技能不算是核心天赋，因此提升也不算大。6命主要是在 Q 大招释放后，让处于 buff 中的角色再获得普攻攻速的提升12%，算是一个质变的命座，并且对于需要攻速的角色，像是对于萧公来说，就等于是获得另外一个全新的城区收益，也就是直接就有12%的有感增幅体验。有用萧公再搭配云锦，真的就如同云霄飞车一样，好快乐呀！命座抽取建议的部分，灵命就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好奇或是有兴趣了解云锦的独特普攻加伤效果，都可以抽一支玩玩看。其次推荐的命座则是2命、3命和满命。满命会比较推荐给有练萧公或是其他以平 A 为主要输出的角色，就算有练萧公，但是原石不太够的话，也可以抽到2或3命就很够用咯。由于长枪中没有防御力趴数副词条为主的武器，因此其次可以考虑的是能够提升元素充能效率为主的长枪，其中有替草之道光、天空之戟等等。但洛洛自己觉得最适合云锦的武器还是4星的那几把。4星武器的部分有提供元素充能效率的长枪，有西风长枪，但需要搭配一些暴击率来触发被动。此外像是渔获也可以，不过这边洛洛要特别推荐一下一把很容易被人遗忘的锻造武器喜多院史文字，可以透过完成元旅与时已逝这个到期支线任务免费获得图纸。虽然副词条提供的是元素精通，但是被动效果是提升一技能的伤害之外，命中敌人后先自扣3点能量，而后6秒内回复3次固定值的元素能量。以满精炼的喜多院史文字来说，6秒总共可以回复15点能量，等于云锦的60点大招能量只需要60加3减15等于47点，充能压力少很多。而且武器等级也不太需要升级，省很多矿石，只要能够精炼满就行了。说上记得先 Q 再 E 再支元素为例，才不会扣到多余的能量。低精炼的史文字比较没有什么效果，但如果原胚不够，也是可以用前面推荐的其他武器，这样也比较不需要和其他角色抢西风长枪或渔获，并且后续元素精通搭配结晶反应产生的护盾，刚好也和云锦有搭配上，
后续时机到了，或许也会有对应的其他玩法机制。适应物的部分一样可以从防御力趴数或是元素充能效率两者下去考量，对应这两者的适应物就会是滑管2件套加绝缘2件套，正好提供30%的防御力和25%的元素充能效率。而如果元素充能效率足够的情况下，也可以穿滑管4件套，另外也可以穿滑管2件套加守护之心2件套，总共提升60%的防御力，效果上会和滑管4件套差不多。而守护之心由于是4星圣物的关系，最高只能强化到16，因此建议可以让花和羽毛的位置穿戴守护之心，这样其他3个位置的防御力趴数加成就不会少。适应物主属性的部分建议重点就是全部缩化防御力，其次元素充能，因此可以搭配防御力趴数或元素充能效率为主的石之沙，防御力趴数为主的控制杯和理之冠。副属性一样可以多找一些元素充能效率和防御力相关的为主。毕业面板建议元素充能效率，若是拿西风长枪至少要180%以上，其他武器建议要200%以上。若是喜多院史文字的话，就不太需要管充能，剩下的就是防御力越高越好。作为最适配萧公的辅助，第一队就要来先配萧公为主 C 的队伍咯。这队的组成是萧公加远景加钟离加班尼特。虽然说这队叫云霄飞车，但萧公的伤害量也没有到多起飞啦，但相信手感上绝对是提升不少。尤其满命萧公打起来更是变成再进化版的加特林。而这队若是不需要护盾的话，也可以将钟离换成万叶做封套减抗，提升更多伤害数字。但是如果在打神经螺旋或是一些比较困难的副本时，萧公其实是很需要能够霸体的护盾的，尤其萧公在连射的过程中也很怕被打断，加上连射的最后一剑伤害最高，因此若是想要比较安逸的站着打的话，建议还是搭配钟离。而这一队若是以往有玩萧公队伍的肉肉就会发现，云锦竟然把行秋取代掉了。实测下来，萧公和行秋的蒸发覆盖率大概一半一半，放入远景后的纯火队其实打出来的伤害更稳更高，因此行秋也得到解放。又或是在不缺奶的情况下，再让行秋回去替代班尼特的位置。而风系的部分也可以换成2命秦团长，直接攻速拉好拉满。虽然萧公搭配远景的伤害量没有得到太多增加，但萧公的组队上也多了更多变化和玩法。其次是以误伤为主的77组成的娱乐队，队员为误伤相关适应物的77加雷电将军加远景加钟离，透过雷电将军搭配打超导，远景的普控加伤，钟离的全元素和物理减抗。玩出也是以77为真爱的物理伤害队，也是比较偏娱乐向的组队为主，用来讨伐一些周 BOSS 还蛮好玩的。这队的组成为菲希尔加远景加申鹤加钟离，钟离的部分也可以换成班尼特或是行秋。作为主 C 的菲希尔，若打平 A 流，主要都是物理伤害为主，而若是满命菲希尔，奥兹也可以吃得到远景的增伤。申鹤的部分主要透过长按1提供增加普攻、重击和下落伤害的 buff， 也可以换成满命罗莎莉亚，增加暴击、降低误抗。输出数字上也是会有类似于云霄飞车的快乐感，分享给喜欢用菲希尔的肉肉们哦。这队的组成为远景加行秋加万叶加满命班尼特，透过满命班尼特的大招火附魔，再让远景穿上说出像的防御纱、火伤杯和双爆头。长枪的部分也可以换成跟 PV 里面一样的侠里面城，搭配行秋打出精通的蒸发反应，再透过万叶的元素减抗，也是有另外一种远景国家队的娱乐玩法。同样的附魔也可以将班尼特换为重云，附魔远景变为冰元素也是可以的。这个满命班尼特绝对不是推荐大家一定要点到6命的，请萌新们在点下班尼特6命前还请仔细评估哦。虽然说远景作为普攻流专用辅助，但其实远景的整体输出伤害也算有。其实对于刚入坑不久的萌新来说，还挺适合拿来站在主 C 或是兼任一些输出位，因为新手时期常会因为队伍还没健全的情况下，常常就是有什么角色就放进队伍，组法上也偏向杂色，同时很多时候可能也因为元素充能效率还没有跟上，部分时候也会使用普攻进行输出，像是菲希尔雷泽主 C 搭配远景，在开荒的大世界探索与输出的时候会有很不错的体验。不过也因为当前比较适合的主 C 只有萧公，因此比较建议以萧公为主 C 或是萧公为真爱的玩家可以考虑把远景抽到5命，剩下的1命可以在后面的璃月8选1自选，或是直接抽到满命，8选1再选行秋或香菱之类的常用4星补命座。但一般没有主练普攻为主的主 C 的话，可以抽到2命或3命就很够用了。也因为当前适合搭配远景的角色不算多，但也已经可以感觉到一些以往被绑死的队员开始有更多的空间释出。远景的加入让很多的队伍在挑选队员的时候有更多选择，算是一个未来可期的角色，所以也不一定要急着这次抽满，后面有需要用到的时候再等加倍抽就可以了。以上就是关于远景这位角色的全分析，提供给要培养远景的肉肉们一些方向。若是还有想了解的主题或是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肉肉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所以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罗邦会员，每个月请洛洛喝杯鲜奶茶加鸡排。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喜欢越多，给洛洛的 buff 就越强哦。会见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养原神，每周一的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乐 tuber 露洛，我们下次见喽。